您正在收看的是习主席新闻，由最伟大的领导亲自播报。各位晚安，欢迎收看习主席报新闻。我是正着念、倒着念都可以的习主席。视频开始前，请先点个关注，以免武警道门服务。各位晚上好，我是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，很高兴和我的集权好兄弟阿平一起主持节目。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吴益轩在网上发文，那叫一个离谱。超强巧慧市长还没上任，政见已经实现。感谢侯友宜用行动肯定巧慧市长的高度与远见。苏巧慧市长推出6大福利政见，第一项就是要推动国中小营养午餐免费。就在刚刚，侯友宜市长自今年8月31日起正式实施免费营养午餐。我整个人直接裂开，活久见啊！一个8字还没1撇的人，硬蹭功劳，把别人的政绩揽到自己头上，还能这么理直气壮的？照这种神仙逻辑，我是不是还没统治台湾就能直接对外宣布，现在台湾治理的跟狗屎一样，这妥妥的全是我的锅啊！你什么都没做，只是把这件事写在你的愿望清单上，结果别人付钱出力做完了，你居然说这是你的政绩。这不是往脸上贴金，这根本政绩收割机啊！明天新北市突然下起大雨，吴益轩就可以立刻在网络上发文狂贺，太神了！巧慧市长的天降甘霖抗旱计划提前兑现，感谢老天爷用行动肯定巧慧市长的气象远见，连老天爷都在帮你执行政策，你还选什么市长？你直接去当妈祖不是更快吗？台湾政坛最近爆了个超级大瓜，简直把讽刺拉满了。刚拿下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初选的朱正奇，因为涉嫌把立法院的机密文件发给大陆情报人员，直接被检方拿国安法给起诉了。听说还要喜提5年牢饭，图为他为了这天特地准备出来的讽刺梗图。平时绿营最爱拿抗中保台疯狂洗脑，天天拿个8倍镜盯着别人有没有卖台，结果啪啪打脸，竟然在自己人里揪出了一个实打实的卧底。民进党应该不会去检讨为什么养出共谍，而是丧事喜办，说党内展现韧性，该办就办，绝不宽待。这位涉案的议员参选人，他在政坛的公开绰号居然叫做牛粪博士。老实说，我以为中共统战部在挑选台湾特务的时候，至少会找一些代号听起来酷一点的人，像是黑鹰或是夜宵。结果他们选了牛粪，这听起来不像是去执行007庞德的秘密任务，这听起来比较像是要去参加某种有机肥料的直销大会。起诉书里检方说，大陆给了他一部专门的间谍手机来偷拍机密文件，听着是不是很像好莱坞大片里那种带眼纹、声纹解锁、月后即焚的黑科技装备？结果新闻一报，那部传说中的间谍手机居然就只是一部 iPhone 13 Pro。如果庞德出任务的时候，总部的 Q 博士递给他一只 iPhone 13 Pro， 庞德绝对会崩溃大喊：行吧老兄，至少给我一只有 Type-C 接头的 iPhone 15吧。我深入敌后的时候，总不能还到处求人借 Lightning 充电线吧。下次绿营在竞选造势晚会上高喊抗中保台的时候，可能必须在底下加一行贼小的免责声明滚动字幕，注：本党绝对坚守抗中保台底线。当然，你有 iPhone 跟9万的话可另谈。另外，针对此案，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竟然要蓝白两党检讨民众党立委李珍秀，我就问，李珍秀跟你民进党养的一样，有被起诉吗？还是说只要是我们家媳妇儿都一律贴标签？这感觉就像是你家后院被查获了一个大型制毒工厂，你不但没有道歉，还理直气壮地指着隔壁邻居说，对了，我是有在制毒了，但你们看看隔壁的老白，他大学的时候可是化学系毕业的，你们怎么不怀疑他随时会做病毒？这社会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吴思瑶还在贴文里委屈地说，民进党其实是被中共渗透的受害者，他们已经设下了铜墙铁壁。这铜墙铁壁是盖在他们脸上吗？简直太希望厚了吧！
岛内政坛传出，绿营可能派立委沈博阳去选台北市长。对此，人称鸡排妹的郑家纯在社交平台上跳出来强烈反对。他发文感慨，在基本盘蓝大于绿的台北市，不值得民进党派出优秀人才去被糟蹋。虽然我不咋懂搞选举，但正常套路不都该是去讨好选民吗？这话怎么听着像是在拐弯抹角的骂台北市民，说你们不够格拥有咱杨哥的好。我真的很想看民进党如果在台北市挂上这个竞选标语会长怎样。郑家纯甚至用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比喻，他说把有政治热情的人推出来选台北市，就像是把人推下油锅，事后会造成严重的烫伤。老铁，推下油锅，这哪是在搞选举，这他妈妥妥的黑帮电影私刑现场吧？但你细品，让鸡排妹来科普下油锅会被严重烫伤，这说服力简直拉满了。毕竟在下油锅这块业务上，他绝对是全台湾的业内天花板。郑家纯还提到，虽然陈水扁和蔡英文当年都输过双北市长，但最后都当上了台湾地区领导人。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们一样把失败当成养分。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：沈博阳，你虽然优秀，但你没有那种输了还能当总统的主角光环。你如果在这里输了，那就是彻底凉透了。民视推出大罢免纪录片，视频中沈博阳谈及大罢免失败时，感性说道：“不要在太阳消失的时候哭泣，你会因为泪水看不见晚上的星空。”我听完后笑到被泪水看不到星空，请沈博阳参选台北市长以示负责。五角大楼为了做成一笔对台军售，这波属实是展现了史诗级的海底捞式顶级客服精神。因为台湾立法院的特别预算还卡着没批下来，导致眼看要到期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首付直接掏不出来，眼看这笔大单就要黄了，老美竟然破天荒的打破历史惯例，直接动用自己的国防小金库，先替台湾把这笔定金给一件代付了。老实说，阿平，当一个靠卖武器赚钱的国家居然愿意自己掏腰包帮你付定金的时候，这绝对不是什么纯粹的友谊，这代表他们真的很怕你跑单，这根本就是街头混混的推销手法。第一发丧尸烟弹算你免费的，兄弟，先拿去试试看手感，等你爱上这西巴的快感之后，我们再来谈尾款的事。日本连锁眼镜品牌 JINS 的同一款 1.76 极薄镜片，在日本定价11000日币，折合台币大约2200元，但在台湾它的售价居然高达台币15000元，11000日币变成15000台币。这听起来像是工程师自己没戴这副眼镜，替错了单位。日币定价当台币卖的时代过去了，现在是台币定价要卖的比日币还贵。民众党为了声援因京华城案被一审重判17年的前主席柯文哲全力摇人号召支持者，在3月29日的凯达格兰大道举办了一场名为“讨公道”的线下大团建。赖清德对此发表回应：说到赖清德莅临的这场亚太开幕战，自由时报以御前适合作为标题报道，这真的是民选领导该冠上的词吗？你们到底多想臭自家主子啊？赖总督不愧是能讲出日本殖民是为了推动东亚共荣圈的人，我作为同样集权国家的最高领导，给予高度肯定。有瘟神降临的这场比赛注定要搞事。一名男子因为不满被劝导遵守管制，竟然直接给了兼职大学生一个大笔兜。说实话，你要是在棒球场实在控制不住体内那股想大力挥棒的洪荒之力，你倒是去报名击球练习区啊，搁这儿拿一个赚时薪的兼职牛马撒什么气？网友们随后发挥了特务级别的肉搜功力，查出这名男子是某不动产公司的储备经理，而且还得过什么精英奖。
这家公司在半夜火速发声明把他开除了。当你的老板宁愿在凌晨从床上爬起来登入脸书粉专发文切割，也不愿意等到明天早上9点让 HR 处理你的离职手续时，你就知道你在职场上是真的彻底毁灭了。后续深扒更是炸裂，这男的根本就是个暴力老登，身上背着故意伤害、寻衅滋事等一堆案底。在我们北韩，你做了这么多坏事，根本没机会这么快再出来乱搞。好好感谢党吧。以上就是今晚的习主席报新闻，我是习主席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请记得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我们会实时监控观众有无意见3连，跟审查留言区。晚安。我是小胖金正恩，记得留下你们对影片跟新闻的看法，否则非但伺候。